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虎山自然步道的一个早觉会的凉亭里面。今天在这边 Tony 开讲，来谈一谈禅宗的慧能还有神秀大师两位的思想。不过，当然在一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声明一下，我并不是要做深入的佛学哲理的探讨。如果有不同见解的观众，千万不要开枪说你根本不懂禅宗，你只懂一些肤浅的皮毛而已。那请不要这么说，因为我只是在我个人的频道分享我个人的一点点感想而已。那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大家一定都听过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这样的一个思想大师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特例跟他一样，因为他创下了三大传奇。那哪三大传奇呢？第一个传奇就是《六祖坛经》，是记载慧能大师的禅宗思想。这本书是中国佛教著作唯一被尊称为经的著作。其他的佛经，例如我们社会大众熟悉的《金刚经》《华严经》《阿弥陀佛经》《地藏王菩萨经》，这些经典都是外来的，是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的。每一本经书的开头都是如我是闻，就是我听到佛陀是这样说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佛陀讲出来的话才能称为是经。然而，慧能大师的《六祖坛经》却是唯一的例外，这是第一个传奇。第二个传奇就是慧能大师，他是一个文盲，他不认识字，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，他也不受文字的框架。因为我们知道文字传载着思想，可是每一个人对文字内容的解读都不一样，所以往往形成鸡同鸭讲。所以禅宗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就摆脱了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框架。不过当然，虽然说禅宗不立文字，但是现在有早觉会的民众来到这里了，那我转移阵地，以避免干扰到别人。这里现在没人，那我就在这边继续开讲。刚刚聊到禅宗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不过到后来当然还是有立文字的，就是《六祖坛经》。因为以心传心，传久了以后，可能不晓得当初慧能大师怎么说的，所以有个文字还是比较靠谱，至少大家有个参考的依据。但是慧主六人大师怎么样成为接班人呢？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，是五祖叫他在三更半夜来到房间里面，然后私下立他为接班人，把法衣传给他，然后说你就是六祖，然后你带着法衣赶快逃亡，逃亡途中也不要逗留，因为有人会来抢你的法衣，你的生命会有危险。那这样的接班不是很奇怪吗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我猜测可能原因就是五祖弘忍大师在黄梅东山寺传法的时候，那当然弟子非常多，那神秀这位大师兄就是他公认的学问最好。那对五祖来讲，那他觉得神秀虽然没有达到真正禅宗的境界，但是他就是最优秀的学生了，那我当然是应该传给他。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一位练禅奇才慧能来到东山寺。这个慧能虽然是不识字，但他就是天才型的学生，所以五祖当然认为说，那这才是真正我应该接班的对象。可是整个现实的这个情势，是没有人会接受像慧能这样的一个不识字，又是出生于岭南，就是当时的地狱骑士。那岭南人又不识字，怎么可能成为接班人呢？所以五祖只好偷偷的接班给慧能，然后告诉他，你赶快离开这里，你另外找个地方去创业。那我相信你会创业成功的，我会默默祝福你。那这就是第三个传奇。所以在五祖之后，中国禅宗就分为北宗跟南宗。那北宗就是以神秀大师为宗师，南宗就是以慧能大师为宗师。两个人思想的差异，就反映在两个人的接班人之战，各自创作了一首祭诗。那这两首诗大家都很熟悉。神秀写的是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慧能大师写的是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当然，这不是慧能亲自写的，因为他不识字，他是念出来，请别人帮他写在墙上。五祖看了这2首诗，当然是认为慧能的技师有达到禅宗真正的境界，所以就传位给慧能了。我们现在当然知道，后世的禅宗就是以南宗为正统。不过在当时初唐时代，北宗与南宗是旗鼓相当。神秀大师在北方名气响亮，曾经获得武后、中宗、睿宗3帝的皈依，有2经法主、3军帝师的尊号。当然，慧能的南宗当时也是渐渐具有影响力。神秀慧能大师去世之后，那当然2派的弟子当然会互相的批评对方，在争夺禅宗正统的这个地位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假设那个时代有脸书、IG 或是 YouTube 频道，那么留言区里面一定有一大堆这种争论或者吵架、互相攻讦。你们北宗是训咖，你们南宗是鬼扯，类似这样的言论。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慧能大师比神秀大师强多了，这个是高下立判，所以要学就要学慧能这种大师的思想。那禅宗因为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所以不会有一些写一大堆文章在那边阐述这个思想，而是透过一些公案故事，就是透过讲故事的方式，那让信众自己去体会。那我就举一个很著名的公案故事给大家听。这个故事就是有2个和尚，那他们走路到河边的时候，那看到一位姑娘在那边执足不前，这个很焦虑的样子。那他们就问他说：“这位姑娘怎么啦？”那姑娘说：“我想要渡过这个河，但是这个水蛮深的。那我穿着长裙，这样子的话衣服都会弄湿，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那其中有个和尚就说：“哦，姑娘没关系，那我抱你过去好了。”那他就抱起这位姑娘，然后涉水而过。那过了溪流以后，那就放下这位姑娘。那这个姑娘当然很感谢，那就彼此告别了。于是这2个和尚就继续前行，不过这时候气氛就有点变了，2个人都变得很沉默，那都没有人先开口说话。那走了一阵子以后，另外一位和尚就忍不住就开口问说：“我们佛门不是讲究戒令吗？那你刚刚这样子抱着那个姑娘这样子渡河，你心里不会觉得怪怪的吗？”那这位和尚就回答说：“我都已经放下那位姑娘了，那你到现在还没放下吗？”那我当时看了说：“哇，这和尚这个禅宗思想超厉害的。”不过等我到中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，那我会觉得说，那正常的心理应该是像另外一位和尚，就是我连在旁边看，我的心就已经整个乱掉了，何况是你抱着他过河呢？所以我在想啊，如果我是那个和尚，我抱着这个姑娘过河，我一只手搂着她的腰，一只手托着她的大腿，那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前，她的头倚靠在我的肩膀，那她的秀发就飘在我的脸庞上，我闻到法香，闻到体香，那我怎么可能渡河以后放下她，我的心就放下了？那几乎不可能。我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就是晚清的名儒曾国藩。那曾国藩算是立德、立言又立功的一位大儒生。那曾国藩日记里面就有写到说，有一天他参加乡里面的一个算是聚会活动吧，他就看到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。那结果曾国藩就整天心神不宁，到了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自我检讨，说：“哎，我的修行真的是还不够。那竟然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，我就整天心神不宁，所以我要再好好的修养自己。”那我就会觉得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性，因为儒家的人性论就是认为人的这种情欲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消灭它或是看破它，因为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例如晚明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《牡丹亭》，
序言里面就提到，情不知所自起，一往而深，就是感情这个东西，欲望这个东西，它随时会突然的冒出来，你挡也挡不住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只能时时的提醒自己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，就是用理来克制自己的这种情欲。所谓花乎情，子乎理。至于宋代发展出来的新儒学，强调存天理，灭人欲，那其实这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，并不是传统儒家的人性论。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批评新儒学的存天理，灭人欲，但是就不会去批评佛教的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消灭人欲的这种行为，或者说这种思想。那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当然有一些历史的背景。所以儒家的修身养性其实是比较像神秀的思想。例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我每天要不断地反省自己，检讨自己，这就是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因为人很难看破红尘，很难消灭人欲，所以必须时时自我替力，不要在红尘中迷失自己。曾子的一生就是抱持着临渊履薄的心情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所以六祖慧能他是大师级的人物，我觉得他的心里面大概就像是装了一台 X 光机。今天有一位绝世美女从前面走过来，她的 X 光机就能够自动启动，照过去。哦，前面来的就是一个骷髅头，然后有一副骨架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像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多看一眼，然后看第二眼，到第三眼的时候，孔子的话就会浮上来了：非礼勿视。你再看下去的话，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色北北或是怪叔叔了。所以只好赶紧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所以像慧能大师这样的境界，说真的，我达不到，那我只好学神秀大师的做法了。不过大家不要误会，说我是主张神秀大师的思想比慧能大师的思想来得比较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认为说，每个人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修行方式。就像佛教有各宗各派，你也不能说是哪一宗哪一派是最好，就是看哪一宗比较适合你。所谓的不管是黑猫、白猫或是橘猫，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。那你要用哪一种思想来修身养性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那也许别人会在那边评论说三道四，说黑猫比较好，白猫比较好，那或是橘猫比较好。那你就不要理他们，因为是你在抓老鼠，又不是他们在抓老鼠。那你选择橘猫，也许橘猫是比较笨，那方法是比较呆板，但是只要它对你有帮助，它能够帮你抓到心中的老鼠，那它就是一只好猫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点，算是人生的体验吧。那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神秀的思想，曾子的思想，或许不是很高明，但是学不成，犹不失为君子也。